免费的博物馆门票为什么越来越难抢？当免费的门票成了拼手速的稀缺品时候，它还公平吗？它真的是平等的吗？如果用经济学结合政治哲学来解释这个问题，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我们来有趣的探讨一下。烧脑指数是4颗星，博物馆的展厅、文物保护、安保成本等等，都是决定了它的接待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，必须是限流的。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，免费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激励，它把原本的价格门槛给拿掉了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轻易的去尝试。结果无论是对历史是否感兴趣的人，拉上7大姑八大姨都去博物馆逛街吹吹空调，需求被瞬间的放大了，而供给却是固定的，所以也就是一票难求了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当价格为0的时候，竞争不可能是消失的，而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出现，从花钱买票变成了拼手速、拼网速了，而时间和技术成为了新的门槛。如果用工地悲剧这个概念来总结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什么叫做工地悲剧呢？人人都想要，但是资源有限，必然出现激烈的竞争。举个例子，村子里有一块公共的草场，大家的牛都是可以来吃草的，每个人都会这么想，我多放几头牛，让我们家的牛多吃点草，我的牛就会比别人家的更壮。但问题是，大家都会这么想，草场就很快被啃光了，牛也养不下去了，最后全村人都受到了损失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假设有一个免费的自助餐，不限量，大家就可以一起吃，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拿得比自己吃的更多了，因为就怕吃不到更好的东西了，最后桌子上剩下的是一堆浪费的食物，真正饥饿的人反而是没有吃饱的。博物馆的门票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资源，它也是陷入了微缩版的工地悲剧。我在网上看到景德镇博物馆的画面，人山人海的。问题很简单，供给有限，每天只能够接待非常有限的参观者，既要保护文物，也要保证体验感。可是，一旦免费，情况就立刻变化了。反正不要钱，先抢了再说。这无形中也设立了技术门槛。对年轻人而言，熟悉网络的人来说，这门槛是很低的；但是对老年人、弱势群体来说，却是难以跨越的障碍。更加糟糕的是，外挂和黄牛的技术党把原本有限的公平给彻底打破了。经济歧视消失了之后，但是技术歧视它出现了。免费政策本身它是一个善意，它确实做到了机会平等，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是能够预约到的。但是副作用也是很明显的，免费往往带来了过度的需求，竞争激烈，转压到手速和运气，甚至是催生黄牛代购的最后这种场面。最后原本是人人可以享受的政策，反而是制造了新的不平等。我们再用政治哲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平等和公平，它是2个经常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嘛。形式上的平等，看上去规则是一视同仁的，大家都是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平台预约，拼的是手速，拼的是运气，富人和穷人都是一样对待的。而实质上的公平是要考虑每个人不同的起点。年轻人他们会用手机，黄牛有外挂，闲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抢。但是老人、外地游客、真正需要的人却常常被排除在外面了。免费抢票的机制其实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平等，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。它让资源流向了手快的人，而不是最需要的人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让处境最不利的人也能受益，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正义。某些博物馆尝试用另外一种做法，设立特展区，常设展厅是免费的，但是特展是可以通过购票进入的，这样既能够保持文化的普惠，又能够通过价格筛选来缓解需求过度膨胀的问题。观众参观完特展区之后，还能够顺带进入常设展，从而去实现一种分层次供给。这种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公平的再平衡。愿意付费的人获得更确定的参观机会，不愿意付费或者是经济条件有限的人，依然是有机会进入到常设展的。公共资源是得到以更高效的利用了。
避免被黄牛和随手抢的人去浪费了。换句话来说，公平不等于绝对的免费。真正的公平是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在制度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，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推到拼手速的赛道上来。博物馆难约，它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治理的问题。这是一种懒惰的平等，它提供了抢票的平等权利，却是制造了实质上的不公平。当我们只满足表面的机会平等，却忽视了不同群体的实际困境，就会让免费的善意变形为不公平的结果。真正的公平是需要制度再去更精细化的设计，更需要管理者去持续的优化，否则免费的门票就会让少数人成为炫耀的战利品，而不是大众共享的文化福利了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文字版和小作文都在书房里了，再见。